有一说一，现在的国人都有厉行节俭的习惯，恨不得什么东西都要重复利用。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美德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时间久了，家里就会有各种堆积如山的杂物，不仅会影响家中的干净整洁度，还会让心情变得很糟糕。尤其是厨房这个区域，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有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本期小东就带各位做一次断舍离，把厨房里不该留的东西全部扔掉，绝非迷信，都是有所依据的。一、发霉变形的木筷子。相信大部分家庭的厨房筷笼里都是木质筷子，因为和其他材质筷子相比，木筷子有轻便、好夹菜、不易滑落等优点，同时也方便清洗。虽说木筷子好用，但自身缺点也比较明显，洗完后放在筷笼里很难晾干，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发霉的现象。而且不管你是深度清洗还是用开水蒸煮，都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掉换新，原因是因为木质筷子一旦发霉，就滋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细菌，长期使用这样的筷子就容易出现肠胃不适、拉肚子等问题，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小东建议家里有使用传统木筷的，要做到经常消毒，并且最好放置比较干燥的地方存放。发现筷子上有霉点或霉斑的，要及时扔掉换新，建议3到6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2、没有涂层的不粘锅。现如今不粘锅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必备品，用过不粘锅的人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那层防锈涂层，一旦涂层掉落，最好别用了。原因如下：首先，不粘锅的涂层脱落后，就容易导致不粘锅受热不均，最终的结果就是食物在烹饪的过程中出现黏糊的情况。其次，表面涂层掉了后，就会在炒菜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各种油污，后期清洗起来也非常困难。另外，掉落的涂层在高温的作用下，还有可能污染到食物，有可能会危害到健康，得不偿失。因此，小东建议家里有掉了涂层的不粘锅，还是要尽快处理掉，不要心疼。另外，家里正在使用的不粘锅也要注意保护好涂层，尽量不要用金属锅铲以及铁刷清洗。3、长期冷冻的食物。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自从冰箱问世后，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咱们都知道，冷冻过的食物虽然能吃，但并不代表好吃，这完全是两码事。特别是一些蔬菜类的，比如说生菜，冷冻后的口感就像塑料，根本也嚼不烂。还有煮熟的肉类，烹饪过程中水分会大量流失，所以解冻后口感会变得极差。因此建议大家最好隔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冰箱，看看是不是有放进去很久或者早就过期了的冷冻食物，千万不要不舍得，尽快扔掉，因为长期存放在冰箱里也会滋生大量细菌。小东建议有些食物冷冻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变质、发臭的情况，所以如果发现气味不对，千万不要食用，马上处理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不建议长期食用冷冻的食物。4、脏兮兮的抹布。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擦东西的抹布是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清洁工具，尤其是厨房里的抹布特别多，很多人用完之后就会摊在厨房台面上，或者丢在角落里，等下次想用的时候就用水冲一下，再接着用。而且还有不少人明明发现抹布已经破损严重，发黑发霉，甚至还会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还是不舍得扔掉，以为洗一洗之后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殊不知高频使用的旧抹布堪称细菌培养基，上面已经有了数以千万计的细菌，为了远离疾病和家人健康，劝你要尽快处理掉。小东建议抹布虽小，但使用频率很高，千万别忽视卫生问题，建议日常要定期通过煮洗和暴晒等方式进行消毒。另外，使用后要及时清洗并摊开晾干，出现破损或发黑情况要尽快扔掉换新。5、有明显发霉的菜板。除了木质筷子外，相信大多数家庭常见的还有木质的菜板。木质菜板好拿又好用，承重性也好，但木质菜板和木筷子一样，用久了就会发霉发黑，而且看上去特别脏。这个东西一旦发霉，就会滋生大量的病菌，而且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发霉的菜板还有更厉害的黄曲霉素，它的危害自然不必多说。所以木质菜板发现开裂发霉的情况，千万别犹豫，直接扔掉，不要还想着通过什么阳光暴晒深度清洁后再重新使用。小东建议综上，有明显发霉的菜板建议尽快处理换新，千万别为了省小钱再危害到健康情况。另外，家里如果使用木质菜板，建议清洗时最好撒一把盐，既能起到消毒作用，同时也能让菜板清洗更干净。此外，担心木质菜板用久发霉，可以选择不锈钢菜板，后期使用可以省心不少。6、缺角或有裂纹的碗碟。就是家里的碗碟
有部分出现缺角、缺口，或者是有明显裂纹的，要及时扔掉。这种情况在我们老一辈的家里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老年人都比较节俭，会觉得碗碟虽说破了个口，但并不影响使用，让他们扔掉，自然会很心疼。但殊不知，缺口破损的碗碟危害极大，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个不留心，搞不好就会割破手指或者是嘴唇，得不偿失。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破损的碗碟寓意也不好，长期使用也会认为不吉利。小东建议，现在的碗碟价格都不高，一般家庭都能消费得起，所以没必要节省。发现有破损缺口的碗碟，还是建议尽快扔掉换新。结语：如果你家的厨房也有以上6样东西，建议尽快处理扔掉，真的不用心疼。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厨房里也会变得更加清爽干净，同时也为做家务减轻了负担。视频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厨房里还有哪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留的呢？那些曾经火到一塌糊涂的厨房用品，为何如今不受待见了？从万人追捧到避之不及，它们的缺陷在哪里？是时代环境变了，还是人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高了？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6个跌下神坛的厨房产物，或许淡出中国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1. 厨房凉霸。夏天热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做饭，确实很遭罪。有需求就有市场，厨房凉霸就此诞生了。商家宣传说，装上凉霸以后特别凉快，可以解决厨房烧菜闷热的问题，于是很快成为了抢手货。凉霸这个名字确实会给人制冷降温的感觉，不过它叫凉霸，但却不制冷，所以很多人给家里装了厨房凉霸之后，就觉得实实在在的被坑了，因为它的功能和空调完全不同，根本起不到制冷的效果，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台安装在顶上的风扇，在厨房发挥的唯一效果就是把热气反复的吹上吹下，同时还会影响油烟机的效果，把烧饭时的油烟吹得到处都是。另外，用久了之后，扇叶上还会蒙上厚厚的一层油污，清理也非常费事。总体来说，大家发现厨房凉霸的性价比低，没什么实际效果，因此也就彻底的凉了。2. 台中盆。记得当年厨房装修中，水槽到底应该装台上盆还是台下盆？很多业主对此都很迷茫。安装台上盆，担心打扫台面卫生麻烦，玻璃胶还会发霉；安装台下盆，担心承重性不高，后期有掉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台中盆出现了，因为它本身能和台面齐平，既好看又不用担心水槽落下去，似乎完美解决了台上盆与台下盆的所有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台中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实中，因为安装台中盆翻车的案例不在少数，大量业主吐槽安装师傅的手艺太差，导致台中盆根本无法与台面齐平，不是坑洼不平，就是缝隙太大。难看不说，缝隙积水导致填缝中的玻璃胶最终发霉发黑，产生严重的卫生问题。其实台中盆因为需要对台面现场切割，所以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师傅的手艺要求很高，这也导致再有经验的老师傅安出来的台中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瑕疵。当大家都诟病台中盆的时候，商家也改进了台下盆的安装方式，从云石胶升级到如今的金属卡扣固定，这种方式也减低了台下盆掉落的风险，因此台中盆也就寿终正寝了。3. 不锈钢台面。不锈钢台面有防水防潮、硬度高不开裂、不会渗色、环保无辐射等优势，曾经在餐饮行业非常的受欢迎。因其特点优势，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在家庭厨房中也很快流行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没火多久呢就熄火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美观性不够，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不上它的根本原因。冰冷的质感，总有一种厨房酒店后厨的廉价感，显得不够档次不说，还与家庭环境需要的温馨感相差甚远。其二，不锈钢台面不耐滑，稍微磕碰可能都会严重刮花，而且无法修复，用过1-2年以后，基本都是惨不忍睹。其次，如果厚度不够，还会出现变形鼓包的现象。其三，不锈钢台面比食材更容易滋生细菌，需要时刻清洁，保持卫生干净。除了以上几点以外，真正的食品级不锈钢台面的售价不便宜，价格基本都要2-3千元一米，水槽还要另算。和几百元一米的10英石相比，显然是贵了很多，普通家庭根本消费不起。所以这些原因都注定了它无法在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4. 调味拉篮。厨房的调味拉篮因其超强收纳能力、拿取比较顺手等优势，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被称为最鸡肋的厨房用品。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调味拉篮真是干啥啥不行，浪费空间第一名。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拉篮的空间有限，就算全部装满了，也放不下多少瓶瓶罐罐，而且尺寸多大，往哪放都要符合它的规格才行。高一点的调料瓶放不下，放小一点的瓶子又会倒，稍微大一点点的案板也塞不进去，特别鸡肋，而且怕沾水一生锈也就忍了。这种框框架架的结构，平时清洁油污也格外费劲，关键是用的频率高的话，滑轨还容易坏掉。因此现在安装调味拉篮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发现它甚至比不上普通的厨房抽屉好用。5. 肤感膜柜门。说到厨房的颜值担当，当属肤感膜柜门一点不假。膜感膜柜门摸上去光滑细腻，有一种婴儿肌肤的触感，而且自带高级感，所以近些年几乎成为家庭中的标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肤感膜的弊端也显现出来，许多用过的业主都疯狂的吐槽膜感膜有不耐脏、留手印、不好打理的问题，特别是在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地方，那指纹和水渍真是至死不渝，不离不弃，怎么擦也擦不掉。上网一搜如何清洁膜感膜柜门的帖子更是铺天盖地。虽然它很美，质感一流，但因为不好清洁，也就注定了被大众所抛弃。6. 厨余垃圾处理器。现如今很多城市在实行了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处理器在中国家庭中使用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更是省时省心，节省了每天都要跑去楼下扔垃圾的烦恼。所以很多人也不惜重金纷纷购买，但是等真正使用过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甚至是越用越糟心。原因是即使你装了厨余垃圾处理器，也还是要分类处理垃圾，因为不是所有的剩菜剩饭、食物残渣都能处理掉，比如太薄的不行，例如虾皮、鱼鳞之类的；长纤维的也不行，玉米皮、粽子皮等；太硬的也不行，例如骨头、贝壳一类的。其次，对于一些难破碎的食物，还需要少量多次处理，不然还容易造成下水道的堵塞，一旦堵了，那是又脏又臭，太受罪了。另外，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很大的功率才能达到很好的研磨效果，所以它工作时的噪音也大，因为它是紧贴着台面，研磨的过程中会震动，发出来的声音会让你感觉耳朵都是嗡嗡的。所以厨余垃圾处理器没能像洗碗机在国内家庭普及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上这些厨房产物，你家用过哪些呢？还能说出几种跌落神坛的家居用品或是家用电器Why would I ever think of leaving you? Why would I ever think of leaving? Wait a minute. 不放星光就在前方，别再驻足眺望，背上我的行囊。就疯狂地走在路上，风在自由歌唱，满山月领飞翔。不狂，梦想就在前方，带上心爱姑娘，明天就到远方。手不放，紧跟梦的方向，梦中就有希望，也许就在身旁。不可否认，想要做出一餐美味的佳肴，注定离不开一口好的锅具。正因如此，很多家庭在厨房锅具上都很舍得投入，我家就是如此。平时和爱人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但却独独对厨房的锅具十分钟爱。这些年买过和用过的厨房锅具数不胜数，有些是被颜值种草，有些是被营销噱头买的单，但使用过才发现，有些锅具真的不值得投入，不仅是价格贵，而且是又难伺候又难用。本期小东就结合自家的使用经验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买的锅具，避免大家花冤枉钱。1. 蜂窝不粘锅，不建议买。这种网红蜂窝不粘锅真的是太坑了。我觉得发明这种锅具的厂家心眼比锅具上的蜂窝还多。都知道传统不粘锅多数都是带涂层的，最怕的就是高温和坚硬物，一旦涂层破损，基本就不能用了。看到商家介绍说蜂窝不粘锅无涂层，炒啥都不会粘，而且没有传统不粘锅那么娇贵，于是花了比其他不粘锅1倍的价格买回家。等用过一段时间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粘锅那是不存在的。
平时炒个鸡蛋、煎个豆腐啥的，那是少放一点油都不行。如果是煎个鱼，那粘锅现象更是惨不忍睹，鱼皮基本都在锅底粘着呢。此外，这种锅具分量还不轻，女孩子用起来会比较吃力。对于炒菜锅来使用的话，真心不推荐。2. 麦饭石锅不建议买。麦饭石在我的认知里，它应该是一种天然的矿物石，所以购买它的原因也很简单，就觉得它应该是无毒无害，用着健康。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被商家大力宣传的养生锅，其实跟麦饭石是一点关系没有。说到底，它不过就是一口铝锅被喷上了一层麦饭石的花色而已。你以为花大价钱买回家的是无毒无害的石头锅，实际上就是铝合金加上一层特氟龙涂层，本质上还是不粘锅的一种。所以用过才发现，不粘锅的缺点也全被它继承下来，涂层该脱落还是脱落，糊锅糊底的现象还是存在，而且这种特氟龙涂层还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不推荐大家购买。3. 鹅卵石锅不建议买。毫无夸张地说，鹅卵石锅真的可谓是厨房的颜值担当。光滑的陶瓷面，淡黄的配色，一眼看上去犹如一颗大的鹅卵石一样漂亮。相信很多人都是冲着它的高颜值买的单，当然了，我家也不例外。但真正使用过才发现，它是中看不中用。借用我爱人的一句话形容，就是美丽的废物得供起来用。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作为炒菜锅使用，它既不能猛火爆炒，也不能干烧，所以使用的局限性很大。就算用它偶尔炒个青菜，还会因为起锅时烫着手。另外，最无法忍受的还是这种锅具真的太容易脏，锅体下发黄发黑也就算了，连里面都是变黄的，维护保养太难了。如果你不想买回来给自己添堵，奉劝你别买。4. 雪平锅不建议买。雪平锅又是一款被各大美食博主带火的网红锅具，被一群有利益瓜葛的人群说成是万能锅，更是有一锅到底的称号，说什么用它煎、炒、煮、炸，样样都行，拿它煮面连碗都省了，让你感觉家里不买它真的好像吃亏了一样。但实话实说，这种锅的特别就是轻薄、导热快，把它作为一个不锈钢的煮锅还是不错的，煮个面、热个牛奶啥的确实不在话下。但反过来说，它的优势也同样是它的缺点。如果你用它煎东西、炒菜，就会让你大失所望，因为锅底太薄，经常是上层食物还没熟呢，下面已经粘锅了，而且特别不经用，不耐烧、变色发黑、不好清洗，也是真实情况。另外，被大家诟病的还有它的木质手柄，不是松动脱落，就是烧坏、开裂。300来块的锅具，还不如几十块的奶锅实用呢。5. 珐琅锅不建议买。什么是珐琅锅？其实珐琅锅也被叫做珐琅铸铁锅，从名字上就不难发现，它其实就是铸铁锅加了珐琅涂层，外观看起来和我们国内的砂锅很相近。很多人买它的理由，无非是因为它的高颜值以及很好的保温和密封性。但说实话，我真心不觉得它好用。虽说它可以适应各种热源，甚至是明火煎、炸、炖、煮、烤都难不倒它，可是它致命的缺点就是太重了。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22厘米口径的，自身净重竟然接近10斤。如果再盛满食物的话，给家里的老人和女性使用，两只手端都会比较吃力。就这一个弊端，就让我对它很难产生好感，更别说还有锅底不好清洁、易被熏黑的这种通病了。所以真心不推荐大家买。6. 玻璃锅不建议买。与其他锅具相比，玻璃锅优势是全身透明，颜值颇高，特别是喜欢美食的人群对它很难拒绝，因为在做饭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食材在锅子中的变化，会让人感觉很治愈、很满足。没错，我爱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入手的，但一段时间使用下来，发现它的弊端也真是不少。比如说，玻璃面的材质怕磕怕碰是免不了的，因此用的时候也要加倍小心。另外，玻璃锅缺点和雪平锅有些类似，就是导热性快，所以在烹饪的时候要随时搅拌和翻炒，一旦慢了或者没看住，就会出现食物粘锅的现象。还有不好清洗也是它的通病，因为玻璃材质相对娇气，既不能用钢丝球，也不能用硬物，说白了，想把它清洗得很彻底，往往很难做到。此外，这种玻璃锅虽说都耐高温，但多多少少还是担心它会突然炸裂，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安全顾虑，还是建议能不买就不买。结语，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出来反驳我说，这个锅具不建议买，那个锅具不推荐用，那是不是没有锅能用了？实际上，就我用过的经验来说，常用好用的锅就那么几口，比如说
传统的铁锅在我家的地位就从来没被撼动过，无论是铸铁锅也好，还是熟铁锅也罢，都是皮实耐造，保养好了用着也特省心。其次就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砂锅，不仅价格便宜，而且重量又轻，煲汤炖肉样样都行，比起珐琅锅更适合国人使用。另外，电压力锅也是必须要有的，如果喜欢吃面食，还可以入手一个蒸锅，对于一般家庭基本就够用了。除此之外，真没必要花冤枉钱买一堆可有可无的锅具，使用率低不说，还堆在角落里吃灰占地方。现代人装修比较看重客厅和卧室，觉得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卧室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而老一辈装修更讲究金厨银卫，因为这两个地方日常使用频率高，反而比客厅和卧室更加至关重要，马虎不得。因此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厨房装修的一些良心建议。若在装修，厨房一定坚持7不装，不是怕多花钱，关键是真难用，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耐心看完，让你的装修少留遗憾。1. 厨房不装凉坝。夏天的厨房室内温度最高时可达到30-40度，在里边做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一顿饭下来汗流浃背。很多人想降低室温，会选择安装厨房凉坝，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安装在头顶上的一个电风扇，功能很鸡肋，并不会像空调一样有制冷的效果。比如厨房油烟的热空气上升到顶上，然后又给凉坝吹回来。总之，凉坝名字很霸气，但效果一点不良。改进建议：厨房想要真正降低温度，目前只有厨房专用空调能做到一步到位。这个设备除了价格贵，没其他毛病。如果预算有限，我只能说夏天很短，忍一忍就过去了。2. 不装双槽洗菜盆。对于厨房到底安装单槽还是双槽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干净卫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选择大单槽更适合，因为双水槽一般都比较小，比较大的锅具没办法放进去，就会导致使用时洗锅水到处溅。如果选择大尺寸的双水槽，又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的空间。改进建议：厨房选择大单槽，搭配个沥水篮，同样可以兼具双槽一边洗碗一边洗菜的功能。另外，对于安装方式，更推荐做台下盆安装方式，不用再担心台上盆打胶处发霉问题，而且台面积水一擦即可，卫生也更方便打理。3. 不装烤漆或肤感膜柜门。这两种材质的柜门虽说质感好，看起来更有档次，但是都有致命缺点，比如烤漆门就是容易磕碰，不耐划痕，而且如果你家厨房光照强，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不均匀的褪色，严重拉低颜值。肤感膜柜门的缺点就是极其不耐脏，厨房是油烟的重灾区，这类材质一旦碰到油污和水渍，很容易留下印子，而且还难处理。改进建议：小东更建议大家选择双饰面材质做厨房柜门，价格便宜是一方面，主要是这类材质颜色款式选择多样，而且耐光照、易打理，性价比最高。如果追求档次，可以选择高光或哑光的 PET 材质，同样具备烤漆的质感，而且耐用性也更好。4. 不装调味拉篮。调味拉篮似乎成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标配，乍一看，每次炒菜时各种调料一次排开好像很方便，但是真正用过才知道，实际上每次到最后还是会顺手把它们放在台面上，实属鸡肋。而且这种多功能拉篮对于地柜的承重也是个考验，时间一久很容易出现脱轨和抽拉卡顿等问题。改进建议：经济条件允许，建议把地柜多做抽屉，收纳能力比调味拉篮好，关键是价格还比它便宜。如果预算一般，不如直接做隔板，都比安装鸡肋不实用的调味拉篮强。5. 吊柜不装上翻式或玻璃门。当初想着吊柜做平开门太普通，没什么特点，于是设计了上翻式吊柜，为了突出效果，把普通门还特意换成玻璃门，里边加装了氛围装饰灯，为此多了1000多块钱。刚安装完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真正用上才发现完全是多花钱给自己找罪受。首先就是这种门翻上去容易，再想翻下来就比较困难，平时拿取个东西很不方便。另外，玻璃门不但不好打理，而且因为玻璃是透明的，里边一旦摆太多东西，看起来就会很乱。改进建议：厨房的橱柜设计一定是实用性大于颜值，不要为了好看的效果而忽略了日后的使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柜门还是选择普通的平开门更实用。6. 不装仿古砖或小规格瓷砖。做过装修的过来人告诉你，厨房一定不要装仿古砖，虽然花色好看，防滑性也好，
但是仿古砖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藏污纳垢，一旦滴上油污和水渍，卫生很难清理。另外，很多人家里厨房小，为了追求效果，会选择小规格瓷砖。咱先抛开人工费多，后期美缝费用高不说，最主要的是小规格瓷砖缝隙多，后期一定是油污重灾区。改进建议：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务必要考虑日常卫生清洁问题。对于瓷砖，首选釉面砖，抗污好打理。地砖更建议选择客餐瓷砖，通铺到厨房，视觉效果更美观大气。墙面建议选择300×600尺寸，横铺效果最佳。另外，想节约省钱，为橱柜遮挡部分可以用花砖或隐形砖代替。7. 布装大理石或不锈钢台面天然石材大理石，虽说纹理自然，装饰效果更好，但致命缺点是天然石有孔，容易渗色，而且很难清洁。另外，大理石硬度低，韧性较差，会开裂，搞不好你哪天剁个排骨，骨头没断，台面可能碎了。不锈钢材质虽然防水、防潮、不沾油污，但是特别容易出现划痕。平时切菜或剁个肉馅磕碰出坑，几乎不可恢复。一旦台面花了，颜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改进建议：对于厨房台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人造石英石，有易清洁、不渗色的特点，平时也不需要特别保养，而且价格也适中。如果实在追求装饰效果，可以选择岩板。可以说，岩板是哑光大理石的最佳平价代替品，但要谨防一些陶瓷大板冒充。结语：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所以说装修中厨房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地方。一个好的厨房不单单是好看，关键是还得好用。装修细节的好坏，往往也直接影响着入住后的生活品质。都说精厨淫卫，想要提升家居幸福感，厨房才是应该花重金打造的地方。在我看来，厨房在设计上不仅要美观实用，同时还要考虑到便利性以及易清洁的特点。但是很多人因为缺少经验，在装修时未必会考虑得很周全，往往只有等到入住后才会发现哪些设计实用，哪些设计华而不实。本期小东结合亲身体验以及网友们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享8个真正好用的厨房设计，缺一个都会觉得不够完美。1. 双饰面柜门。对于橱柜柜门，有人说肤感膜好看，有人说高光门好用，但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好看既好用的反而是价格最便宜的双饰面柜门。别看肤感膜柜门沉稳大气，但极易留下手印，遇到油渍更是超级难打理。再说高光柜门，虽说清洁不是问题，但表面一留划痕，在光照下会显廉价。对比之下，还是双饰面柜门优势明显，耐造抗刮，光照不褪色，价格还实惠。2. 厨房台面高低台。听劝，厨房台面有条件的都去做这种高低台。这个设计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实用。水槽洗菜区做90公分高度，灶台炒菜区做80公分高度。这样的台面高度设计，以后洗碗时不累腰，做饭时胳膊不酸，真的不要太舒服。3. 台面无挡水条设计。厨房台面做挡水条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遮丑。但你要知道，厨房空间是个重油污的区域，所以不管做任何设计，都要为清洁做减法。就比如厨房台面做无挡水条设计，不单单是为了美观，关键是胶缝2变1，后期的清洁工作瞬间减半。4. 厨房大单水槽。对于厨房洗菜盆是装单槽好还是双槽好，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卫生，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尺寸的双槽一定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空间，所以在我看来，还是单槽是最佳选择，起码不会出现双槽洗不下锅、水倒出现的情况。另外，再搭配个沥水篮，同样能兼顾一边洗菜一边洗碗的功能。5. 吊柜下方加装补光灯。这个小设计，很多人在装修前期都很容易忽略。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无论厨房的顶灯有多亮，只要人往灶台前一站，切菜和备菜区必然是黑乎乎的一片。想要家人有更好的下厨体验和光线，就要记得在装修橱柜前期，在吊柜下方加装感应灯带，不仅可以增加橱柜的氛围感，还能弥补缺失的灯光。6. 隐藏式柜门拉手。橱柜明装拉手不仅会拉低整体颜值，而且经过橱柜时还容易刮碰，特别是装在抽屉等分层较多的地方，会显得笨重，还占空间，不好清洁。因此，很多人都选择隐形拉手设计。但要避雷的是，不做 U 型型材隐形拉手，开关柜门容易把手割伤，很鸡肋。建议做那种柜门一体式的隐形拉手。7. 地柜留一个开放格。
强烈建议在装修橱柜的前期，在台面下方留一个开放隔空间，用来放小推车的地方。厨房小推车谁用谁知道，它的好，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藏的常温食品，比如洋葱、土豆，还有调料用品等等。做饭时打开柜门，把小推车拉到身边，拿取物品超级方便。平时一关柜门还什么都看不见，一点不影响美观。8. 燃气热水器做隐藏。现在基本上家里只要开通燃气，都会选择燃气热水器。毕竟相比于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量更加充足，而且是即开即热的。但想要厨房更加美观，不显凌乱，建议可以把燃气热水器隐藏设计在橱柜中。推荐选择百叶门，兼顾颜值的同时也可以透气，没有安全隐患。当然，如果不是平衡式热水器，担心影响进空气的话，最好把热水器下方的隔板去掉，这样更加安全透气。